这片沙漠是考古探险家们的乐园，一个古老文明的秘密都藏在这里。金字塔的建造方式尚未可知，斯芬克斯的鼻子仍下落不明。埃及处处都有着等待被揭开的未解之谜，而最接近真相的地方，一定是卢克索。作为古埃及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的首都，这座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由东岸的生者之城和西岸的死者之城共同组成，藏着古埃及人关于生死和宇宙的一切想象，绝对能满足你爆棚的好奇心。神庙是外星人盖的吗？木乃伊的绷带上封印有魔法吗？帝王谷通往冥界的密道在哪里？如果你对埃及有10万个为什么，就先来卢克索找答案吧。不过在7月的卢克索，你想问的第一个问题一定是，为什么天气这么热呀？7月的卢克索地面温度超过40摄氏度，高温下保持充足的体力和清醒的头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知新一任导游准备好了吗？确认了吗？确认了，确认了。2个屁人，最终还是要选一个。没事儿，大家都会帮你的。我俩一个屋。你有什么你就提需求，我可以帮你制定。商量多方便啊！对呀，你需要我跟俊俊都可以是吧帮你。没事儿，弟弟。分工明确。我们把路书拿到。让我好好休息啊！我需要抬着我走。来，我们张导游即将上任。是，别担心，笑死！不要担心，哎呦，笑死，真的不要笑死。担心。 No problem。 No problem， 性格都很好。你这个声音都已经开始飘了，你还 No 他刚刚一直 problem？在唱歌，一直在安抚。对。那你平常是喜欢怎么旅行？旅行过程我喜欢放空那种，享受就是当下的旅行，就是去了那儿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就是去玩去了。会提前预定吃的？没吃的，我们路边上有个吃的就吃了。你要就计划是去吃个好吃的餐厅，那就咱就去了，就去，随便都行。没有住的地方是？我接受，大家找个海边，戴着墨镜。你想去哪儿啊？他比较接受就是随缘走到哪儿。对啊，尽人事听天命，尽人事听天命。卢克索的那个租车，你今天得要把它定掉，然后你要把地陪的人要定掉。那还有一点点时间。今天也是。你们先睡。好了。这样一定我们女生宿舍的你先去收拾东西，哥，咱俩轮流用厕所，快去，你先去。他这儿有那个租车。我知道，我现在先把这个看一眼，你先去吧。好。快去。那你先对。快去。你好了跟我说一声。好。睡吧。没有计划的旅游多开心，就是说走就走。我是个屁。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故乡。看那太阳把你的形状，你是我自己的忧伤。才让我们是花儿与少年，一往同行，齐力奋力。这里是由京东健康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同心记》，滋补保健闭眼入京东健康首花路。宣布他作为导游的时候，我当天看到他眼珠子都湿润了，我都有点慌，你知道，我都有点慌。哇，又有彩虹哎！哦，大彩虹！我的天！
知道埃及的导游真的不好当，一个是天气温度需要克服的，而且我第一站导游，大家满意度也都还可以，会给到他一种无形的压力。埃及那个航班国际段，他给我们提高额度，所以不需要担心。提高额度，担心吗？你说什么？你说行李还是我们的经费啊？行李啊，你这个relax。right。咱们我跟你说，还有一点，咱们去了那个埃及，他们所有的物价，他们都会叫的比较高，因为当地人喜欢砍价。那就靠你了。我不行，哥，英语还是靠你。我就给你比划，我就只能给你比划那个价格，你去跟他砍。我神，你说啥我就上。这次我不想太多的干涉弟弟，我希望弟弟自己，因为他导游他来做主意嘛，对吧？然后有些小的细节，我就尽力的去协助他，我自己默默的在背后支持他。弟弟，你把功课做好，需要我沟通啥，你告诉我。必须。好，你先把这些。我先整合一下，然后到时候问一下大家想去哪。需要干啥，告诉我们。婉仪，据我所知，她确实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更多的经验，对，所以我在想，还尽量不要给她添到新的麻烦，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接下来，华少团将从圣玛丽岛原路返回至塔纳纳利佛，飞往埃塞俄比亚转机，再由开罗至卢克索，全程35小时。在正式接棒埃及站导游之前，先抓紧时间热身吧。他刚才一直在看攻略，那当然，已经专注在导游的这个角色里，他已经进入角色了。你对这次的旅程有信心吗？我觉得我能干好，就是你从内心里面你是有这个信心去做这件事情的。第一站，我们住在卢克索国王岛朱莉别野酒店及水疗中心。我们吃几颗星？5颗星。好。多少钱一晚上？500。就是离市区近的那个。就是 very nice 的一个 ，very nice 的一个。你想下楼喝个 coffee 什么的，你叫我，姐，我陪你下楼买个 coffee。我头一次听到咖啡还带儿化。北京腔的咖啡。婉仪上岗的时候特别兴奋，我就说怎么跟我昨天同时站在空中走廊的你好像是2个人。我生活里面我其实是一个挺静的人，没有那么亢奋。Go！ 但是我希望给大家一个愉悦的一个状态，就不断的激化自己去亢奋。我来当导游，我需要个小红旗，你挥你手就行了。需要个小红旗。导游已经上岗了，我们箱子不在这儿。走这边。5号走。 5号，带错了吧你？来，妹，交给你，我去干活去了。没问题。小心手腕子。这个咋拿啊？哥，我拿反了。放，没事吧？拉手了。拿这儿。当个队长，你瞧瞧你。这是我们必备的行程，然后您可以帮我们规划一下，给我们参考一下。他能直接到 Cairo， 我们不需要转机，弟弟。我们要睡一觉才到卢克索，你们要 ？Yeah. No. We just for travel. Maybe 几天啊，在埃及？7 or 8。7天，7 days。哥哥太有这个领导思维，有这个规划意识，他就几句话就聊明白了，就计划完了。我有时候脑子里面自己要过好几遍，真没这个意识。平常我生活不太牵扯到这个集体的事件。是这样的，这段是2点50到7点半飞到。就自己安排什么事情就比较随意，包括我周边的朋友，我们也比较随意，就大家一块儿去干个什么事儿，钓个鱼啊，春个游啊什么的。我们只说一个今天的事件，具体你几点钟来都行。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成长吧。我看啊，我们如果是全是1间大床3间，这回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一个机会去体验它，而且你必须得去体验它，因为你渴望大家能够在你的导游之下玩得开心，玩得舒适，你不想让大家糟心嘛，所以你尽量要去做好它。满意又在做功课了。
但他做没事儿，他心里踏实。谁当导游，谁都是无时无刻不都在。他这样心里踏实，他踏实最重要。好在第一站的时候，我一直跟着哥哥在学习。他协助我，弟弟。我也观察哥哥是怎么样把它做好，做到大家都满意的。比如先找地陪，能不能安排当地的地陪？把那个安宇给你推荐的地方给我说一遍。他们导游跟地陪是分开的两个。是的，咱们得找导游，咱们那个路书上有推荐，是有一个中文的那个。那哥们儿叫木木啊。然后安排车辆，商务车2台，他包吗？前往安达西贝。考斯特的话是很大是吧？还有就是订酒店。然后妹妹，你查一下明天女王宫那个酒店房费多少？咱们稍微打折。妹，弄完了吗？帮我订一下吧。我已经在 Booking 上查到了这一个，包括做行程表。好，来，我把明天的这个行程同步一下啊，给大家。大家打开那个分享，我给大家发一下那个行程。你这通告还带语气词，真可爱。必须。还有小星午休星哈哈啊！哈。这通告有情绪的。由于上个行程我哥做了一个极其良好的一个表率，所以我要效仿我哥，把这次行程弄成一个极致舒适体验感的埃及游。好，舒适，听到舒适，漂亮，舒适，非常的美好。这个行程里面，咱们就因为不折腾那个住宿了，不想让大家老是收拾行李东西，所以咱们酒店就是3天，订了3天的卢克索量。好，然后打死中午咱绝不出门。好的，行，就是午休。继续午休，太好了。卢克索神庙，这个在市区，离咱们住的地方嘎嘎近，5分钟。好，路书上有一定的经费会批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可以去采购购物。哎呀，我觉得婉艺作为一个不太擅长做计划的，他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还要顾及这么多人的感受，还是值得给我们导游点个赞的。我觉得他做的非常好，在这个之上还加了很多分，他想到很多细节。辛苦导游，辛苦了，辛苦了，从昨天到现在。哎呀，是这，哎，就哥俩，我发那哥俩现在是哥俩整得好，整的好，整的辛苦了，哥俩现在真的是这家伙眼神都自信了。今天2眼放光，跟昨天完全不一样。昨天眼眶有点湿润。真的激动是激动。历经跋涉，花少团终于抵达烈日炙烤下的卢克索。你们好，我是小丽，你好，欢迎小丽走，直接走。好，你带我们，对，一起走，往这边走，走。下了飞机就觉得无敌的热，来，这送了什么东西？一人一个，一个。我的天！我感觉我这个饺子在蒸笼里面，它在蒸我。你晕吗？我怕我晕车。你过来。那你往前坐。现在又热，你这得小心。你往前坐。来，你跟那个纯纯。热是热了点儿，但卢克索绝对是古埃及文明的精华之所在。历史可追溯至4000年前，曾是古埃及最负盛名的政治和宗教中心，至今留存着大量历史古迹，让人们得以窥探古埃及人关于生活、信仰、技术和艺术的秘密，还是很壮观的。哦，一个全新的体验正要开启，但千万别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来吧，首先恭喜大家成功的抵达埃及，开启埃及之旅。耶！好，接下来我们要发放埃及站的总的经费434800埃镑。好，感谢。然后这个我就要传承一下我哥的这个理念了，交给我们的CFO 雅琪同志。好的，上岗。虽然我号称是财务主管，其实就光拿着个钱了。我是给妹妹拎包的，实际上人民币是6万多少？6万3000，6万1:7，1人民币等于7埃及镑，都是人家去记账，用这个表格
自动生成。我们到安全的地方再搞吧。对，快大太危险了，财不外露啊！现在。然后这个是埃及站的正式的路书，还有一份帮助你们探索古埃及文明宝藏的宝藏地图。好，谢谢，谢谢。哇，还有地图，古老文明的宝藏在哪里？哎，我告诉你啊，小考这里边有东西哦。有啥东西啊？有什么东西啊，娜姐？知识，好，知识，有什么有知识？接完东西快晕车了。晕车晕船路，晕车姐弟。来，好了，姐，你让我接过来，我扭不了头。这个是我朋友从台湾带过来的。姐要吗？我不要，那个我去买吧。哎，你那个把那个链接给我。你先别着急，我看看我家里还有没有。别，我去。我家里有的话就一块带过来呗。你在家里翻一下，所有的宝藏都给我拿来。他那个潘家园啊，真的里边啥都有。啥都有。我们要过尼罗河了，朋友们。哇，窗外彩霞太美了，漂亮呀，好漂亮。晚霞，尼罗晚霞，朋友们，我们住在岛上，尼罗河中间。哦，真的这么神奇？君君还开始有一种保留的状态。我哥还是我哥，真的。真的。弟弟晕车，我来帮你多问点。还好，我就喜欢这样的哥哥。你这都不敢回头，我天！你是大拇哥，你是。你不是大哥，你是大拇哥。大拇哥，你是。这名字听起来不太好听呀，弟弟。你告诉我，你想接受哪个？我想叫一个类似潘家园一样的名字。这名字已经被我拥有了，哈哈哈哈。我能叫三里屯吗，姐？太 fashion 了吧？可以吗？这有点。我可以叫三里屯吗？太时髦了，太时髦了，太时髦了。成都最fashion 的地方在哪儿啊？成都啊，那我就叫太古里吧，怎么样？真的，你好fashion。三里屯都满足不了你。那叫新天地吧，怎么样？跑上海去了。哇哦，到了。感觉酒店很豪华的样子。O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Hi, thank you. What is? Hibiscus tea. Which fruit? Karkadi. 哦，Karkadi。哎，好喝呀。哇，是 really good. Yeah, good. 毛巾也是冰的，还有美好的音乐。哎，你看，还有美好音乐。导游请签名。Is there any restaurant open right now? 烤肉的。有烤肉，朋友们。可以啊。今天晚上要不就在这吃烤肉？哎，今天晚上就有烤肉。我们在这吃烤肉吧。Nice。我们现在就可以吃完回房间。这个哥哥，哎，这是你家哥哥。张晚意感觉你的人生都离不开他了。就像弟弟不能没有哥哥，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埃及人也不能没有尼罗河。哇，好舒服！哇，好漂亮啊，朋友们！是不是好漂亮？我天，尼罗河中间。提到尼罗河，你印象里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在古埃及人的眼里，尼罗河可是一位暴脾气的老妈。人们对这位老妈那是又爱又恨。她每年雨季都要发一次脾气。洪水泛滥时，整个就是个大型情绪崩溃现场。但顺手留下的肥沃泥沙，却养活了无数农作物和生命。直到1970年修建起了阿斯旺大坝，这位老妈的暴脾气才被劝住，从此变得温柔持家。来吧，我们自拍一张。如今，当你坐在河边享受河风，何尝不是这位远古老妈在默默为你扇风呢？要不 wink 一个，单眼换，不然每次都一样，我感觉。好 wink 一个，单眼啊，3、2、1，好了，漂亮。好嘞。到时候人家又要说谁没有入画了，然后谁闭的是哪只眼？我的妈呀，工具，
把这张照片删了吧。下回拍照片统一表情，统一站位。这张相片不会给他们，我们自己收着，不会给他们。什么东西？哦，特色。沙拉。沙拉。Is this traditional food? The local food? Yes. 哦，那姐姐尝尝。这个好吃啊。这个可以。哎，烧烤来了！哇，这么豪横！哇哦哇哦哇哦！还有一份呢。哦，哇，这也太香了吧！这是羊，就喜欢这种大块吃肉的感觉。切，多吃点，妹妹。快，你多吃点。大块吃肉。上一站因为特种兵式的这个行程，每个人的体能都逼到了一个从未经历过的状况。来到埃及，我们的这个行程还好，不是那么的累，它其实是一个 enjoy 的时刻。你看那边好漂亮。这还挺好的。哎，这个酒店为什么这么便宜啊？500块钱一天，一个房间吗？一个房间不到500美金吗？500人民币。哦，那是。咱们这还是挺划算的，咱们才花了说4200是吧？后来打完折4200人民币3天。哦，那真的是哦，还包含早餐。还包含早餐。天哪！对，这要是在北欧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房间的钱了。天哪，一个房间的钱。差不多吧。哎，不是，咱们那个今天晚上是不是还得聊一下那个小烤的问题？哦，小烤内容，对。超哥，我们那个小烤的跟上一次会有什么区别呀？我觉得肯定还是会有一道是类似像上一站的这种视频题，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可以，其实你们可以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力玩嘛。首先有一个基础分散，比如说金字塔有10个知识点，那这10个知识点，比如说是1万块钱那你们如果加入了创意的设计和阐述的方式和表演，那我就再加一点，就2万。对，就再升一个，比如说浮动的百分比，5倍怎么样5倍不错哎，我感觉。我们回去商量一下，但我觉得可以按这个方式来。好，没问题。我觉得这个时候二姐应该出谋划策。我的唯一觉得就是现在等于导演如果没有给一个相对命题的话，最笨的办法只能就像咱们俊带着咱们的马达加斯加那样，就是能有的素材先要拍一点。我觉得我们就一个地点探险篇章。对吧？对，这一章去一个地方，一个章节一个章节那种。对，一个地方那个，我大姐唱一个主题曲，没问题，没问题。我姐一哼就是那个那个味儿。你给姐真不会接了，这话都接不上了。她说就我要接，咱们就春暖花开啊，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然后就让他就开始瞄掉了，渐弱了，然后就开始下一个篇章，然后再来一段，把姐所有的歌都放进去了，把姐所有的歌都加入，而且还不用版权呀，姐不收版权哈。啊，我去搞定。假如姐姐用歌声的形式的话，其实就变得很有趣了。听我说啊，让我们跟着歌词的指引，一同领略埃及的神秘魅力。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当你站在吉萨金字塔前，这座历经数千年风雨、仍屹立不倒的建筑奇迹，会让你迫切的想要看穿它背后隐藏的无数秘密。是谁写的 ？AI。哇哦！哎，我们还得想一个，就是每个地方呢有一个转镜，就是一个转场镜头。哎，我想到一个开场，就是一个一睁眼就是拍眼部的特效。遇到小考这样的事情，弟弟妹妹们真的是很灵活，然后脑洞也很丰富。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一面，都发挥到了极致。行吧，我们差不多吧，我们先回去吧。那今天非常好，已经非常有效的开会，因为没小考了，没有小，咱们就用力稍微猛一点。对，一切都是因为，一切都是为了经费啊。哇，是这样的房子啊！哇哦，好好哦。然后那边就是游泳池，怎么办？我好想。我现在晚上就想去游个泳，哥，晚上要不要游个泳？啥泳啊，大哥，你快睡吧，你还不累呀？咱俩到了。那你们2个睡啦？啊，拜拜。OK， 哦，嗨，娘。
咱们现在的房型是，单人间和3个标间。那我们俩肯定是永远都是永恒的标间。我们5个女孩去看以什么样的方式抉择一下，就抓阄啊，抽一个。天女散花。哎呀，抓到1的住单间。谁是1啊？哎呦，亲啊！好。那咱们打乱一下，行，那我和妹妹我们都没问题，对，体会一下，是不是小伙伴？好不好？好。这个大床应该是庆庆的。这是什么？这是通的呀。这是我们的客厅吗？我们是 two room 嘛 ，two bed。这个2个双床是我跟妹妹的。舒姐，太大了那个房间，要不你睡这儿吧？不用，我真的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你不要不好意思，不是姐，我真的庆庆，这是你应得的，这是老天的安排。哎，来这种会没事，你随时咱们只是，咱们可以共享这个客厅。对，客厅大，可以在这玩。对。天哪！我先把电视打开啊，看看曼联啊，结束了，5-0好像。哎呀，你快听听这儿的音乐，哎呀，你看罗，哎呦，行，放着吧，咱俩开始放，按这个节奏收拾行李。嗨，哎呦。挺浪漫呀！哎呀，你陈述这是，哎呀，你陈述这是。马思纯他并不是像电视观众所想象的，好像文艺青年，然后很娇滴滴的那种小淑女，还真不是。主要我俩性格会比较像，就是我俩节奏都比较快，咔咔咔，行李收拾咔咔咔，洗澡咔咔咔，然后说睡觉关灯，哦好，立刻俩人就不动了。两个特种兵似的，对，有一种。哎呀，这也太大了，在这里可以翻滚，多好！对。新室友是个很活泼、很活力满满、很可爱的一个小妹妹，住下来我觉得都还蛮适应的。大概因为大家都知道彼此有一个作息的一个调性嘛。因为我是薄皮肤啊，我也薄，我超薄。然后呢，所以这种情况下，比方说一晒呀、什么，它所谓那个水分流失的那个程度就很厉害。我们俩感觉都属于可以整理很久的。这个姑娘活活泼泼的，但她的内心里头其实也有属于她个人的平静时刻。哎呀，我想把我的腿拉伸一下。我的腿啊，我的腿。这大虫子是啥呀？能打着吗？哎，别动啊，别整它。你不弄死它，晚上睡觉咋办？它又不吃你，你怕？它飞呀。
那玻璃上。飞哪儿去了？没了吧？在这里面。这大仓呀。睡觉。睡觉。晚安。晚安。啊。别叹气，叹气会带走好运。睡觉。自己住呢，就是有一些自己的空间，但是就是好像没有人跟你说话了，所以就希望下一站如果还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就可以退出这个抓阄的名额了，就是让其他4位姐姐在里面抓阄就好了。花儿与少年同心季超级合作伙伴皇家美素佳儿非凡内护，宝宝带感成长。花儿与少年同心季旅拍神器华为 Pure 80系列超大底双长焦包触片的。花儿与少年同心季尊宠逆龄冠冻龄白金6D 眼霜，7天宛若逆眼灵。花儿与少年同心季合作伙伴 Kiri 源自法国奶酪世家，粒粒皆心意。京东健康花儿与少年同心季，下节更精彩。京东健康花儿与少年同心季，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京东健康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同心季》，滋补保健闭眼入京东健康手花露。花儿与少年同心季超级合作伙伴皇家美素佳儿非凡内护，宝宝带感成长。花儿与少年同心季旅拍神器华为 Pure 80系列超大底双长焦包触片的。花儿与少年同心季尊宠逆龄冠冻龄白金6D 眼霜，7天宛若逆眼灵。花儿与少年同心季合作伙伴 Kiri 源自法国奶酪世家，粒粒皆心意。花儿与少年同心季合作伙伴上海钻石交易所，天然钻石生而不凡。去不去吃饭？去吃吧，不吃太饿了。走吗？我们走。佳琪，走吗？走。娜姐去不去吃早餐？娜姐不住这儿嘛，但是纯纯在睡觉，咱也不能。宝贝，早上好，早上好。但是我是不是说梦话了？没有啊。是吗？啊，那可能我也没听见。那个，你起了吗？我起了。你还吃早饭吗？我不吃了。那就可以坐那儿。我去洗漱什么的，然后跟大家集合。好的。我觉得咱去吃个饭都来得及。几点了？44。还不急了，50了车。哦，车程20分钟，那可以吃个早饭。朋友们，车程只需20分钟，没吃早饭的也可以去吃个早饭。丽姐，丽姐，是不是我们路程就是20分钟，对吧？很近啊。差不多。我们今天参观的景点都是在东部，东部都是很近。很近。还有如果说没有堵车。好的。对，好舒服的安排的。行，那我们稍微去也吃一口东西吧，好吧？可以。我觉得在我干导游来的第一个事情上就翻车了。跟我说的是9点钟大堂集合出发，其实这个时间有点早了，因为课程表上的开课时间是10点。前一天我去跟地陪去沟通这个出发时间的时候，人家跟我说的是丽姐呀，请问我们明天早上几点钟出发呀？9点开始。9点出发吗？9点出发。好。9点出发啊，怎么样，朋友们 ？OK。我作为本站的导游，我没有自己去输入这个目的地去计算这个时间。
我以为这个路程就整个1个小时，但是早上的时候又查了一遍，那大家就多出来了40分钟。妹妹几点起的？我7点起的。树姐也是7点。树姐闹钟响了之后，你就去洗手间了，然后我就自己爬起来看时间，然后发现才7点，我的天！马上撤回一个起床，我又回去睡了。哎呦，我太困了。我们9点01分，按理说应该出门了。走呀！走。这边也行，那边也行。姐，快吃，快拿，快吃！我怕来不及了。他说20分钟，那我们早了。那我们就吃东西吧。就是反正马老三还在那个化妆，咱可以先等等。好，但吃点东西呗。几点上课来着？10点。路程20分钟。那这个时间算早了。不早了。明天得算一下。这个他可能导游就是希望提前，不能咱不能啥都听他的，你知道吗？高二小，时间说早了，没问题。应该算了路程之后，按咱们的时间来。也好，这样的话给大家吃早餐都从容点，不然还是吃不上2口早餐。让你们从容的有点过分了。我感觉我特别能吃，没有一顿是落下的。这有什么？很正常。这时候能吃，还证明你像我累狠了，我吃都不想吃的，那就真的是很累。我这么吃还瘦了呢。暴走，咱们都暴走。唐一哥他们这有这个小饼干，饱了都。大家在那个食堂坐了很长时间去吃饭。妹妹来一个，这个瓜好好吃，我吃差不多了，我可以了。很不好意思的，这都是我自己工作上的失误啊。到目前为止，你给自己导游打分打多少？打20分。满分多少？满分100。不能再高了。高不了了，高不了一点。慌了，不着急吧？一个人能handle得了吧？你在想什么？我想问他要不要吃点东西给他带一下，没接电话。是的，是的。你给他带点。这个。Can you give me a little box? I will. 因为我之前确实不是一个有团队计划性的人。Go, Sigrid. 走。今天早上这个事儿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惊喜。那接下来我就不会再让自己去出现这样的一个错误了。我们座位够吗？够。弟弟坐第一排。啊，我跟姐姐坐吧。你还是导游，时间很短。妹妹坐这，还差个小庆。小庆坐后面。那坐这儿不行，这是导游。导游坐前面吧。那小丽坐前面。那我坐这儿没事。要系安全带了。姐姐。姐姐，马上配合。今天吃早饭的朋友们真是 sorry， 我明天把那个路程时间确定好了之后，按照咱们合适的时间再出发。我给你们通知早饭时间太早了。没事儿没事儿，我们吃的很从容，这个早餐。这简直了，我吃的踏踏实实的。对，可以出发了吧？好，走吧。好。太从容了。就是他们那个房间号都干不知道自己缺根弦儿。你挺好的，这不都 OK 吗？有啥不 OK 的？太不 OK 啊，你的手好白哦！哇塞，都没有晒黑呢。哎，你把你手伸出来，你看龚俊的手跟那英的手，你看我。好啦。使用前使用后。饱餐一顿的花少团今天将开启游学之旅的第2节必修课。首先，他们将前往位于尼罗河东岸的卢克索博物馆，这里收藏着古埃及最辉煌的时段新王国时期的珍贵文物。新王国时期是古埃及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在各朝法老的统治下，把埃及的版图扩张到了最大，把埃及的文化也推向了巅峰。
华少团可以在卢克索博物馆领略到这一时期古埃及最鼎盛的艺术成就。在这里，他们也将迎来在埃及的必修课。卢克索 Luxor Museum。戴眼镜，黑色上衣。哎，老师，你好，你好。老师好，谢老师好。欢迎你们到卢克索。我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研究员，我也是中埃联合考古项目组的中方领队。卢克索博物馆我非常熟悉，因为我们这是合作单位啊。我们现在可以走着看一看。走，好的。尽量不要开闪光，因为文物明白。怕光。好的，没问题。然后看一看这个古埃及的地图。古埃及的这个河流是从南往北流，对，所以它的上埃及在南部，下埃及在北部，开罗往南叫上埃及 ，OK， 开罗往北叫下埃及，南部是大瀑布，北部是地中海，东西两边全是沙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绝对安全的一个环境下，发展出了一个高文明，所以古埃及文明是欧洲文明的源头，这个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是从埃及文明这儿继承过来的，然后印度文明也受到了古埃及文明的影响，但是古埃及文明已经断裂了，在公元700年，阿拉伯人进来以后，把他们的文字跟他们的信仰全部断掉，然后他的文明就没了。古埃及有很多神话传说，也有很多神话信仰，主要是信仰什么自然，所以它的最高的神是太阳神。然后它还信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雕像是太阳神阿门拉。阿门拉。对，卢克索神庙、卡纳克的神庙都是为他而修建。哇！就是他是底比斯地区最辉煌、最高的神。哦。什么地区？底比斯就卢克索啊，古代叫底比斯啊。古埃及人其实与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的鼻子都是肉鼻子。我们有魏晋南北朝早期的雕像，其实跟这个非常类似，这个有点东方人的特征啊。这个是图特摩斯3世，他有打过17次战役。在他统治时期，埃及的版图是最大的，南部推到第4瀑布，就是埃塞俄比亚那一带，北部到两河流域，叙利亚呀、两河流域的国家都是他的势力范围。这个雕像做的同样精美。古埃及只有谁能戴假胡子？只有国王。古埃及人不留胡子，他们非常干净。而且他们的头发也是假发，因为天气炎热。第二就是他们也是身份的象征，而且古埃及是最早化妆的国家。哇哦！古埃及最早化妆，最早用假头发，最早喷香水。哇！这是他们最早开创的。所以这个古埃及文明与我们中华文明却是高文明国家。来，接着我们看这边啊。因为它是个高文明，所以它的工艺技术发展的非常好。这个接近是3000多年的壁画，颜色保存的这么鲜艳。3000多年。对，为什么能够保存下来？跟他们的调颜料的媒介有关系。他们当时调颜料的媒介有树脂啊、棕榈油啊等等各种化学成分在里头，使得他们这种壁画能够保留下来。第二个就是在古埃及，尤其在卢克索，1年4季基本没有降雨，气候非常干燥。国王下葬以后，这个墓门口就会被分掉，分起来以后，因为这个地方沙尘非常大。走进博物馆，面对浩瀚的知识海洋，总会有一种信息过载的无力感。怎么办？你们下午去好记性不如好手机。先记录下来总是好的。亲亲，录一下，录一下。你从正面拍，你从里面，你去录音频哈。这叫什么名字？这个阿门霍太普3世。阿门霍太普3世。我建议咱们要不要合照，再拍点合照视频，万一有用呢？就可以用作知识点。
这一次的考核的方式还是会有一道是类似像上一站的这种视频题，但是这一次你们如果加入了创意的设计，那我就加一个附加的创意分。北欧其实相对来说是消费非常高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未雨绸缪。反正就是要不停的完成任务，大家齐心协力的赚到钱，这样的话我们接下来才会舒服吧。老师，就是我们现在想要一句话来总结一个雕像，它知识点是在这边有知识点吗？这个时候进入帝国鼎盛时期。这叫什么名字？这个阿门霍太普三世。谁来说？我来吧。这是阿门霍太普三世。怎么说？帝国时期最鼎盛的。我再来一遍啊！来，3、2、1，开始。这是阿门霍太普三世，帝国最鼎盛时期的法老。这个重要，拍。您觉得这个怎么一句话来阐述？教国王当国王的霍尔。开始。这是教国王当国王的霍尔，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对，这个非常重要。这是新王朝时期最重要的创始神阿门拉。老师，这个你觉得有没有必要作为一个知识点？可以啊。开始，可以声音大一点啊。在古埃及，人们的船只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就这样，可以。那头发，他戴帽子的，往后点帽子，翘高一点点，稍微脸抬高一丢丢，把脸抬高，没光。这样，就是高一丢丢。不行，他那个。好，可以了，非常好。可以，好，就这样。这一撮毛留着吗？不留，不留，掖进去。这是新王朝时期从恶到善。开机。这是新王朝时期有一个重要转变，从恶到善的索贝克之神。好正啊！你是真像个导游啊！来，我们来这儿。哎呦，我天哪！我的天哪！哇呀，我的天哪！天哪！哎呀呀！哇，这是真的吗？真的，这是真的。这个是新王国时期开国的法老，叫阿赫墨斯。在古埃及是这样，他们认为，人活在世界上是短暂的，死亡才是永恒的。所以他们给自己造墓的时候，不叫像我们中国人造个墓或造个坟，他不是，他叫永恒之居。所以他花大量的钱去造一个墓，就是让它永恒。古埃及做这么一具木乃伊需要70天。哇！怎么做呢？人死了以后，请祭司过来给他做各种仪式，做完以后用尼罗河水给他们用圣水洗干净，擦干净以后放1周，这个脑浆呀什么就开始腐烂，所以首先第一步就是用一个大钩子从鼻孔把它脑浆抠出去。哎呀，第二就是从这儿要切开，切开干什么？把这个所有的内脏要掏出来，掏出来以后。给他们放到一个泡碱池里边去脱水，然后开始给他们裹这个亚麻布。生前哪受伤了，他们会放一个护身符。他们认为人死了以后做木乃伊的过程是一个疗愈的过程，然后给他做完木乃伊就活了，就永恒了。这是他们的死亡信仰。你看他这个木乃伊已经3000多年，头颅啊什么都已经碳化。3000年前的木乃伊。他就躺在那里，3000年前的人和我们共处一室，是一种很神奇和玄妙的一件事情。无法想象怎么3000多年的历史可以保存成这样，太神奇了啊！它3000年了，3000多年，这种方式真的非常的智慧。3000年的人，对，和我们在这儿相遇了。我是觉得是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那种感觉，跨越时间的交流，这个博物馆外头陈列的，大多数是新王国时期帝国最鼎盛时期的一个法老。往这边走有一个空位，这个是拉美西斯2世的儿子，叫梅内普塔，他是新王国时期19王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王。那现在这个雕像去哪里了呢？
法老梅内普塔的雕像在上海博物馆的正门口正在展出。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除了这些博物馆的文物和雕像外，还有一批从萨卡拉遗址最新出土的文物。从理论上讲，最新出土文物在未完成考古报告之前是不能展出的。但在埃及文物系统中有一条规则，就是谁发掘谁有优先展示权。因此，这份信任与我们中外联合考古的项目是密不可分的。要知道，咱国家对世界古代史的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正式开始。虽说中国古代文明留下的典籍多到能堆成小山，但遗憾的是，以前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两兄弟长期分居，导致中国古代史长期在世界古代史的朋友圈外打转。那如何把咱的古代史请进这个朋友圈呢？我们不仅需要学习已有的考古资料，还需要获得其他文明的一手情报，跟他们面对面唠唠嗑，看看人家古代日子到底是咋过的，再跟咱们自己的比较研究一下，这样就可以把中国自己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补充得更加完整。在上世纪80年代，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室，培养世界文明研究者的脚步从这里才刚刚开始。我们做这个世界史的研究，第一手资料是最重要的。是的，有了最重要的资料，我们才开始能做研究，才能帮助他们做这个文物的整理、研究、保护、发表。原来我们的资料都是二手资料，都是欧美人放出来。埃及是全球考古最绝的国家，高峰时期这里云集了全世界500多支来自于不同国家的考古队。在众多的考古队伍中，我们何以立足并凸显，这与我们国家近年来的科技考古的发展和中国埃及学多年的积累与发展息息相关。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合作，组建了中外联合考古队，对萨卡拉、猫神巴斯泰特神庙进行联合考古发掘、数字化整理、研究。我们是中国高校里边的第一支来埃及考古的队伍，我就是中方的领队。哦，我们第一个项目叫中外联合萨卡拉考古项目，在萨卡拉离坚提金字塔大概有1000米的距离，非常近。这是我们的考古队，埃方的队员负责挖掘，我们负责遗址的扫描、遗址的探测，发掘出来文物的数字化整理、研究，到最后考古报告的发表，再到后来的数据库的建立，条件非常艰苦。我们主要做的在巴斯泰特神庙里边发现了几10个竖井墓，每一个墓有30多米深，直着下去。屋里边温度太高，每天都会中暑。大沙漠里头，我们每天也就50多度，但是地面温度接近70、80度。天哪，非常艰苦，暴晒。今年的你们来的运气非常好。埃及的气温还不算太高啊，这还不高。去年这个时候，卢克索的温度达到48到52度。哇，辛苦了，老师。这是我们发掘出来，看他们的木乃伊。啊，圣甲虫的木乃伊。哇，真的是。这是斯克朗的木乃伊。斯克朗的。哇。然后也要给他把内脏去掉，然后也要做防腐。因为这古埃及对自然的崇拜，不仅仅是人要做木乃伊，还有很多动物的木乃伊。巴斯泰特猫神的呀，还有阿努比斯狗的呀，还有牛的。有狗有猫，看到了吗？看到了。因为这些动物都是他们的神。还有萨卡拉地区最大的木乃伊加工厂，这就是制作木乃伊那个手术台，这就是内脏罐。就是放内脏的，这就是我们发现的棺。我们已经扫描了大概有50多具棺，这一批棺已经全部做了数字化，我们也做了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很复杂，我们也是
阿拉伯文、英文、中文3种语言，这个观都是立体的，可以360度的看，3D 的。哎，对，将来我们向全世界开放。啊，真棒！我们从开始就定下来，我们要做科技考古，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最特殊的技术，我们有一个微横扫描。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微横扫描有多厉害，我们在全世界是顶级的。文物刚刚开始发现，上面没有字，也看不清楚什么字。通过我们的微横扫描以后，字就出来了。哦，连字都呈现出来了。哦，这个也是我们刚发现的时候，它是这样。通过我们微横扫描、大数据的计算，然后出来这样。这个雕像刚发现以后，很多国际上的埃及学家判定它是25王朝的。因为这个字不清楚嘛，所以我们做完以后，把它推了20个王朝往前，推到第5王朝。所以，我们中国的科技考古是非常有实力的。我们在这个虽然我们进来的晚，但是我们现在在埃及这个300多支国际队伍当中，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席之地。因为有这个考古项目，所以就有了展览。为什么我们有全世界体量最大的埃及展？因为在埃及考古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发表谁有优先展示权。萨克拉展厅里边有400多件从来没有展览过、没有面试过的文物，第一次从考古基地直接发往上海进行展示。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埃及文物出境展。中国和埃及都是伟大的国家，有着深厚的文明，这有利于双方文明交流互鉴，这也将加强我们之间的关系。这场文化盛宴以超过277万人次的观众、7.6亿元的展览总收入和超过300亿次的全网曝光量，创下了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总营收和传播总量的世界纪录。最重要的是，我们给埃及的旅游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因为这个展览。中国来埃及的旅游人数增加了65%。哇，65%！所以我们在埃及开展联合考古，作为文明古国的后代，不仅可以通过他者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也是探究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文明交流与互鉴。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如何去扫描。现在我们扫描的这个石碑，通过后期的大数据计算，3D 模型就出来了。就全出来了。我们将这些文物的数据准确地保存下来，对未来的文物保护、研究、修复提供更准确的依据。我们现在用的设备啊，都是我们国产的设备，因为有技术的加持，所以现在我们在埃及就脱颖而出了。中国科技对于埃及考古太赋能了，你通过这么一个扫描的器械，能够这么快、这么完整地将你眼前的这一个复制品建模。然后把它的数据呈现在电脑里面。为了整个人类文明更加往上走，我们愿意把更高的科技、更高的技术去分享、去传递给大家，让我真的非常自豪，我骄傲我有这么一个强大的祖国。讲到这儿，要讲讲我们跟埃及一直是有渊源的。埃及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是图画文字；中国的文字也是图画文字。我们早期的文字确实是有一定的共性，因为这2个文明，它的起源是大河流域下的农耕文明。我们这2个文明都向往自然，崇拜自然，从自然的物象当中提炼成符号，形成了文字。我们2个国家因为有文明的共性，所以我们沟通起来更方便，我们对它的文化解读起来更方便。这就是象形文字啊，它跟我们其实特别像。这个 payment 是什么意思？这字那是什么？这个跟这个是它的读音，后边是它的就是表形的或表意的符号，你们可以辨认一下。是个女性，哎，这就是女人。哦。行啊，这个呢？行啊，龚俊行。因为他画一个女生。对。那跟那旁边的也是女生啊。这个也是女人。
这有2种写法。那么这个呢？男性。哎，对 ，C， 男性 C。哦，2种。但第4个，他的头发为什么是长发？老师，这个对，他为什么戴着假发嘛？哦。人分2种，一个是平民百姓，就是同城人类，像这个就是贵族。哦，贵族。哇塞，赶紧写下来，赶紧拍下来。这个看下来都对记住了啊。好，这比较重要啊。拍个照，拍个照。知识点。但是录下来了吗？录了。然后我给你们稍微总结了一下啊，这不是 A、B、C、D 都出来了。哦。你就按这个评你名字吧。哇，好难。哇，有点难呀。老师，那你说那那英怎么？这不是那，这不是那吗？哦，这么拼。那是这样的。啊，还一样的。就按这个图像，然后按顺序，它的发音拼我名字。对啊。等会儿你们写你们名字的时候啊，要把这个符号跟这个符号给写进去，把你们名字写前头，女的就要写这个，男的写这个。我的拼音也太长了吧？那鸟好难画呀，哎。我有好几个鸟。M 也是鸟 ，A 也是鸟。这俩鸟有什么区别？一个尖嘴的，一个扁嘴的。太逗了，太逗了。好，这鸟画的是吧？太闹腾了，真好看。哇，娜姐这个真画的挺好的。今天觉得自己学到了特别多的知识，特别是在这个历史的渊源当中，发现这2国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时候，你就有格外的亲切感。画完了。好的。哇，你们画的真好。你看马思纯那个字儿多复杂。哎呦，我拼音太多了。我这个女性画的是不是忒大了？对，你特别明显。我这个，因为我刚才感觉画了一大堆小菜刀。对，小旗子。我画完了，但我不会涂颜色。花儿与少年可以在这儿写，可以。哎呀，好可爱。古埃及文明，它不仅仅是属于某个国家，它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们今天真的是很好的上了一个既是文化、文物考古的课程，同时也有精神之旅的一个鼓舞。3、2、1，漂亮！谢谢薛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薛老师，漂亮，走吧。哇，好晒，好晒。京东健康花儿与少年同心记下节更精彩。京东健康花儿与少年同心记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京东健康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同心记》，滋补保健闭眼入京东健康手花露，花儿与少年同心记冰爽好味观，娃哈哈冰红茶，一口冰爽干掉一切不爽。花儿与少年同心记特别鸣谢欧莱雅小金管，你的出行防晒之选。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6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加更版超前营业等精彩衍生。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10点半啦，快上芒果 TV 搜开票10点半，动感地带芒果卡送你去现场。哦耶，到啦！到哪儿了？麦当劳啊！弟，我们午饭咋说？麦当劳行吗？行，可以。我要辣汉堡。来，我们一个个来。来，辣的，辣的，自己看啊！你们想要哪个？辣的，给我点不辣就行。好，不，那你说哪个？我不知道有啥，我有好多，有好多，就牛肉的就行了。要牛肉的。这个可以吗？轻点吧，那个牛肉就可以了。Beef burger。可以。好，来一个这个。好。其他人呢？我们4个辣香辣鸡腿堡。它有这个套餐薯条要吗？我要套餐。我要套餐。 2套餐。
薯条，好，一个个怎么了？那都是啊。饿了。先等一下，小朋友。我想吃一个冰激凌。学长， 2个行吗？我要苹果派。好，一个个来。来了，一个个来。来吃。一个个来。多点点。哎，这是猴的吗？都点点呗。我觉得我们好像是属于都可以的人。你看我们今天中午高兴成啥样？我一直自己那样。我问题，我们刚才这博物馆，然后那个音乐就是一眼万年，千年。我觉得那个就是真的，一眼千年很适合这种很是值得，因为这个是最后一 part。对。我现在就给田磊打电话问问贵不贵，因为4句嘛。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一眼千年啊，就是我清唱这样的话，田磊也收钱啊，要收钱嘛，就3句，然后慢慢的瞄出去，3、5句都 OK。那行，这是全部吗？应该还有底下还有这个。来了！哇 ，Thank you， 来。哇，好，冰桶是谁的？我的，我有一个。静静有一个。这还有。你先来，你先来，快点吧。 Chicken sandwich。小孩长身体。你吃啥呀？小孩长身体。呢？这，你等，姐姐我快吃。把这个谁的拿走？甜筒谁的？我也是。你说。我的。拿着小孩长身体，快。来，这还有。还有呢。来吧，炫吧，朋友们。Tender。各位观众，鸡胸好吃。各位观众，谋了，炫完了。这个都不吃了哈。有的时候他有可能没人炫了吧？我装一起了。我俩明天早上吃就行。咱们就先出发。哎，我说啊，这番茄酱留着。干什么？你放回去吧，真的。番茄炒蛋。哎呀，以后。孩子，这拿都拿了。这孩子干啥呀？这是我们的。至于吗？至于。别人用这个炒番茄炒蛋贼好吃。哎，你这孩子真行。哎，小丽右边是什么？就是如果说寺庙，就是你们今天晚上要去的地方。对，就是是那个背面的那个部分，对。哦。丽姐，明天去那个帝王谷，我们不想太热的时候去逛，就是越早越好。早一点，几点钟你觉得比较好？帝王谷就是6点开门，我觉得你们吃饭后我们就准备出发。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安排早餐到8。但是就进去3个那个地方是吧？你说三个包是？不是，我说早餐打包。哦，早餐打包车上吃。对。进去3个地方。哦，帝王谷总共需要多长时间逛？加上进去3个那个。平均2个到3个小时。2个小时，2个到3个小时。到3个小时。对。明日行程安排。你回去再弄，你马上晕车了。晕不晕车已经不重要了。导游导的晕车都快不晕了，真的是意志力太坚强了，都不晕车啦，弟弟都不晕车了。专注在这个思考对我们的这些 schedule 上面了，分散了注意力，没有时间晕车，没时间晕车了。我弟弟内心就说我不能晕车，我不能晕车。那你太适合当导游了，张阿姨。那就后面也当了吧。只要一坐车他就当导游了。小伙儿啊，第1天和第2天上岗的时候特别兴奋，整个人心里的 OS 就是我真棒，我真是个厉害的小伙子。然后今天就蔫儿了。明天晚上根本不用在餐厅吃饭了，咋的了？因为他今天早上预估时间有一些不需要花那么久，他给留的时间太久了，他就会觉得自己出错了，他就会有一点紧张吧，所以他现在就会更缜密的去估算时间呀，更多的细节。现在发了吧，大家渴望知道。这是一句，大家渴望知道。
逛集市，坐马车回酒店。哦，好酷啊！夜市。哎呦，埃及没问题啊。天哪，这是夜市吗？夜市。哎，各位观众，你看那夜市里边卖的那些都是 vintage。哇，太好了！你现在手里那么多钱，你就给我们每人发点。我觉得就是可以发一点，我觉得弟弟。可以适当的发一点，但是有一些类似于那个太贵的可能就不能支持。对，咱们就是比如说想买一个什么炸豆腐饼啊之类的这种钱，那肯定有嘛。对，金银首饰那些谁敢用那个公款呢？是。然后各位小伙伴们，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明天的餐厅有什么要求？没有任何要求，导游你定4个菜1个汤什么的都行。啊，明白了，中餐，好的。不是要中餐，你别着急，任何餐都行。弟弟，你那个要不叫导游明天晚上推荐一家能下船去码头的地儿吃一下吧。好嘞。那个丽姐，边上的哈。明天晚上我们不是夜游吗？游船吗？然后你给我们推荐一家我们能坐船去到那个餐厅的那个餐厅。能坐船能下船的餐厅，下船。就是在尼罗河边上。尼罗河边。对 ，OK。丽丽，最好跟今天晚上的风格不一样。OK。对，不然2天都吃重复的菜系没意思。对，好，明白了，好的。这一次在埃及，弟弟当埃及导游了，差不到哪儿去，因为他有一大哥，他什么事儿都会问大哥。这个完了之后，你还需要先提前沟通的吗？你帮我想想。就是吃饭嘛，然后吃完回去你就休息嘛。哥，那个查一下咱们从酒店去晚上晚餐的那个地方，距离是多远？14分钟。哦，他说的20分钟，对，差不多。弟弟，是不是要订餐厅啊？第2天的。明天那个需要订，那我现在订了。谢谢哥。有烤肉，朋友们。可以啊。今天晚上要不就在这吃烤肉 ？Nice。这个是吧？这个哥哥，还得是你啊，哥哥。张晚意感觉你的人生都离不开他了。他俩搭配的特别好，绝配的好导游啊，一唱一和的，他俩焊死了。谁也离不开谁了。哥，我今天下午我不会睡觉，我下午就一定把那个开罗那个攻略给全部弄出来，陪我一块儿吧，待会儿。好。OK， 到了。丽姐，我先说一下，咱们今天晚上6点10分从这儿出发去那个餐厅。对，今天晚上6点10分，你记一下，先记一下这个时间。但是我们昨天就安排了5点40分，那改了到6点10分出发。6点10分，对。我觉得晚上出发时间咱又在上去有点太早，5点40太早。我是觉得，我说出发时间你就提前10分钟，就是最合适的。现在积累下来的经验是这样。我现在给你查，从餐厅叫卢克索神庙，是吗？对。1分钟。不会吧？1分钟。好近啊！可能是面对面的距离。好，6点10分啊，咱们。6点10分集合，6点10分准时在从这儿自己家门口。Go。那我们回房间了。你们先回啊。怎么说？我们在车上对，我陪着你吧。啊，行，哥，你陪着我。不是，你别在车上对了，你去李沁房间对去不就完了吗？去房间对吧？啊，去房间吧，去房间。凉快，哎呦。小丽，走。好。纯纯，我给你露一手，我刚学的 AI 辅助构图，你看这个功能是不是很神奇？哇，还可以这样啊！我也给你露一手啊，给你拍一张，1、2、3，好，你看我这样，然后这手叫 AI 隔空传送。现在 AI 都这么发达了吗？太神奇了！快让我来抓一下。我用的是华为 Pura 80的 AI 功能，震惊娜姐 Pura 80，我越用越爱。又被你嗅到了 ，Pura 80还是一个太全面了，太全面。妈呀，这帽子必须得戴着！我跟你讲，真晒啊，真是。它烫皮。休息一下吧。休息。
哇哦，没有，我就拿这个杯子而已。可以，又没有别的杯子，感觉很优雅。休息休息。老师，丽姐，我们对一下，来吧，对一下。弟弟作为导游，其实这2天他做的挺好的，他把他能想到的细节都尽量去完善，而且他每天晚上睡得也挺晚的。我作为一个哥哥，我觉得就是尊重弟弟，放手得让他做选择。需要我的时候，我再出面。我觉得这样会是比较尊重别人的一个状态。推荐一下我们金字塔说的一个，是不是护肤就？当然护肤是必须的。护肤金字塔里面进去陵墓里面看一看，这个要单独收费的。我们可能不会，上次说的是不会进去了，对吧？我觉得咱小的就不用看，就只看胡夫和狮身人面像，包括骑骆驼。对，我觉得这就 OK 了，就 OK 了。好，那大概这样的话，时长是多长时间？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我们就算2小时。然后还有这个滑翔伞，我们得很早去，6点，写了6点。6点。然后中午休息。中午休息。晚上就没事儿。晚上没事。晚上这个市场就是这个市场。这个哈利的市场。写上。好，这个行程就定了。OK， 这不就完事儿了？完事儿，我去备采了。我备采去了。我还要问啥了，哥？哥，我觉得现在就主要其实行程都定完了，地点，咱们就只是涉及吃饭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11号晚上。这一站我是导游，但其实私底下哥哥帮了我很多。开罗订哪个？这个。中国人开的。只接待华人。太好了。沟通无障碍。就是这个吧？就是这个。很感谢哥哥，基本上所有的行程全部哥哥帮着我，就一块就定完了。房卡拿了吗？我没拿。出发了，朋友们，出发了。Go go go！ 走，马上。Hello， 美女。Hello。张导游好啊，张导游。小弟，怎么说话一股山东味儿啊？导游眼袋都熬出来了啊！眼袋都熬出来了。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婉一讲，早上我看着他讲，一直在放空。走吧，走吧。这长痘，你看我这力量，我从来没有长过这么多痘，太吓人了。没事，我都不知道为啥。你现在黑的看不出来。哇，尼罗河还挺漂亮的。好的，我们到站了，朋友们。这样能看到尼罗河，咱们能看一点景观。好。行。我把已经翻译的2张发群里。好，是吃的啊。吃的。点上，大家都。Hello, sir. We want 5 set meals. With your recommendation. 好的，明白了，那就定吧。你说抹个零头是抹哪儿啊？哪儿是零头啊 And we want this too. OK. 我能只尝一点吗？可以啊，你可以不吃啊。没关系。熟了吧，姐，是不是？是不是熟了？是啊。It's okay. 啊。点完餐了吗，朋友们？听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好的。那个人家答应了给咱们抹个零头，然后我们的住宿费用，5间房1天1300块钱。可以。行，挺好。这个民宿很好。订上。5个房间呢。订肯定是就订这个了，但是到时候怎么分配，咱们到时候看一下，好吧？肯定是很舒服的。当然，我跟我哥肯定是吊在一块儿了。但我呢，你们要想好了，我就是要回去参加音乐节，所以那房间的话，对我来说就多余的嘛。没问题，可以给别人了，到时候再换。对，行，到时候再换。好的。然后每个人都有1间房。行。不是每个人都有1间房，
是咱俩永远在一间房，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间房。不是5个房间，5个房间6个床，没关系。我们每人好可爱的俩弟弟呀！我俩就住标间吧，就不用选了。Lemon，thank you。Mango，yeah，thank you。好漂亮，感觉可以喝到果肉。是。OK，thank you。怎么还有？喝这个吧。没有，真的，我刚喝了。这是什么？蘸这个尝一尝，椰，你尝尝。但它这个面包没烤哎，好，生的。咖喱臊，它有点带蒜酱的味儿呢，对不对？真会吃，你看你这个孩子多会吃。Sure. I will call you before I come. 不是这么吃吗？我的小面包。我们俩都没这么抹，我们俩就咔咔的，咱仨这一快点。你看人家多会享受哈，你看，哎呦，搞得都不好意思，是不是？烦人，照顾自己，享受型的张晚意。哎，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我姐姐叫婉晴，爸爸妈妈晚来的情谊。哦。什么？所以叫晚晴晚意。你爸妈好浪漫啊。Thank you. All the cups and glasses, all this it's handmade. 都是手工的，所以比较慢。那咱们游神庙会非常紧张。紧了。现在已经7点了，咱们需要几点钟走来着？我们7点半就要走人，因为游神庙最少需要1个小时。真的？那怎么办？来得及，1分钟就过去了，1分钟就过去了。没事，等会儿吧。要加没事。着急忙慌的两兄弟似乎不知道，他们正深陷一个慢时空里，这里的一切都很慢，慢慢的做菜，慢慢的上班，就连辉煌的埃及文明也是慢慢孕育出来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急，那就请你先别急。哦，太阳要下山了。哇，那尼罗河上是金色的，是，好漂亮。来都来了，不妨慢慢欣赏，慢慢吃饭，慢到让你忘记接下来的行程。哎呀，咱俩问问还要多久吧。Hi. Excuse me, like how many minutes we have to wait? Nearly 10-15 minutes, not 10? 10 to 50. 10 to 50 minutes. 哦天哪，还要等10到15分钟。可能你点菜到它上菜的时间，你可能不是你想象当中可以去把控的。而且埃及的节奏确实相对是舒缓的，所以说它没有上的那么快。那不行，让他等会儿咱们回来再做。他肯定已经做了。都做了，待会儿都凉了。我们现在没法 cancel 了。他一定不会让你退的。咱就先吃别人，对。那神庙怎么办？但有一个问题，咱们抓紧点，待会儿先把车订好，因为你那个神庙就在旁边，就隔壁。明天中午中餐厅，我现在把它定了。好，定吧。美味聚中餐厅地点。定。哎，你好，老板。我们想预定明天中午的那个午餐，然后我们有7个人。行。然后我明天早上要去景点游玩，然后回来的途中，然后我们给您点菜，然后点好了您就帮我们提前做好，好吗？我们预算好时间到达就可以吃了。好的。好，谢谢老板。好的，我加您微信了已经。好。是叫奈斯啊，奈斯。是叫奈斯哈。好的，好，拜拜。大头都解决了，太好了。不要操心，明天晚上也搞定了。差不多 ，OK， 谢哥。我明天中午看完景点，可以在路上看好菜单，然后到就可以吃，吃完就可以休息。好。咱们还有6分钟要出发。还有多长时间？反正我们的饭正好
我估计咱们奔着8点了。完了，那我们的饭怎么办？那就是说，现在这顿饭跟神庙能取消吗？要不就踏踏实实吃顿饭。哎，要不然不是，要不然咱走吧，咱们去神庙吧。吃的还是吗？我觉得首先你来到埃及第一天，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必须要打卡的地方。然后吃饭呢，我觉得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因为神庙和餐厅离得很近嘛，所以先去神庙先逛一下，逛完然后回来再享用晚餐。我是想是玩完之后回来再吃饭吧。而且木木是一个非常值得咱们期待的一个导游。可以吗？我同意。走人，快走。走。那我们需要留个口跟老板姐说一下吗？对，咱们先去神庙。咱们说一下走。你跟弟弟，你跟那个导游说一下，把车安排一下，弟弟。好。Hello. Sorry, sir. We need to go to the temple at first. Then we come back to eat the dinner. 哎，理解。你帮我把车叫过来，我们现在出发去那个神庙。Please keep it. We will back. Okay. Yeah, after we finish the temple will be closed very soon. So we a little bit hurry. Sorry. Okay. We will come back. Okay. Sorry, sir. Sorry for understand. Thank you. Yeah. 走吧。We will back. We will back. Yeah, we will back. Temple 果然是 Temple，卢克索 Temple 神庙。木木老师出现了哦，快你去汇合吧，万一。嗨，久等了。Welcome。你好。哎，你好，木木好。哇，你是传说中的木木。哇，我们听你的名字已经好多天了。我这里安排了一点点芒果汁，谢谢。因为我知道太热了，而且应该是世界上最好喝的芒果汁。谢谢木木。来就来呗，你说你还你还花这个钱？哎，全埃及最好的导游。没有。大妹是我吗？差点叫大姐。要不要拍一下再开始介绍好不好？因为等下神庙会黑。OK。我觉得我们得合照一张，这好看啊。好啊。把中间稍微留一点。我比你黑这么多吗？哎呀，你让你擦你不擦？来，妹妹，中间在了吗？好，可以3上了点2、1。我们得拍个转场的呀。朋友们，再往前走一点。够了吗？可以了。我们就攀果汁吧，4下是吧？大。对，大。好。等一下，我们现在队形和上次好像不一样。上次好像是我在这儿。不一样，对。来，要一样的啊。1、2、3，拍！大。哎呀，等一下，果汁拍出来了。你们轻点儿。再一次。大。我们是花儿与少年，我们在埃及卢克索神庙。我们可以开始我们的旅行了。介绍这座神庙之前，我们先要给大家3分钟的历史简介，好不好？好，没问题。因为埃及是一个历史文化国家，跟中国一样。是的。我们如果对历史没有一点点的了解，我们看这些建筑，全部都是石头。是的。我准备了一样很特别的东西，先给你们看看。哇！每一位要选一张，好不好？我就选第一张吧。哦，这么怎么了？我抽到大奖了。选。哦。每一张有一个故事，我们每天要讲不同的故事，看看每一个人的缘分怎样，好不好？哦。我这个正好就是马哎，然后我正好就姓马。哇，运气这么好。哇，我这是金色的。我知道这是埃及的地图，下埃及和上埃及。哇，对。那我们从这里开始好不好？好的。好。这张图，埃及是有多少年的历史？请问多少？3000年。3000年？不止，7000年。OK， 每一本书都写的不一样。在100多年前写的书都说埃及有3000年。1822年破解了象形文以后才发现，埃及超过了。大部分的书都说埃及有7000多年。7000多年，埃及分2个国家，上有的埃及叫做上埃及，另外一个叫做下埃及。上下统一了以后，变成同一个国家。那现在我们要加入这个神庙，那这个神庙是神庙，什么意思？神庙是什么意思？神住的庙。
对，人有家，神也有家。神庙被称为众神的住所，是神明在世间的居所。在古埃及的底比斯，万物生长，王朝兴盛，人们相信维持这一切秩序的是阿蒙神的恩赐。于是，法老阿蒙霍特普3世在尼罗河东岸为神建造了一座无与伦比的行宫，这便是卢克索神庙的诞生。它被视为阿蒙神休息的行宫。数十年后，另一位法老拉美西斯2世扩建了神庙，并在入口处立起了6尊无比宏伟的自己的雕像。对他而言，卢克索神庙不仅是神的居所，更是一位君王渴望被永恒铭记的野心。那我们在这里到了神庙，第一我们能看到什么东西？6个雕像。那我们要说，上埃及以前的法老要戴一个王冠是这个样子。下埃及法老戴的王冠是这个样子。统一了以后，上下王冠。哎呦，那个法老是只戴上埃及王冠，这里是戴上下埃及王冠。因为上埃及的主神就是阿蒙神，所以要有一个上埃及王冠来强调神庙的合法性。所以我们一看帽子就知道这就是一个法老。那这位法老叫做什么呢？来，我们去看看，他叫什么名字？这里可以看一个圆形的东西。这个圆形的东西里面写的很多字，是代表一个法老的名字，叫做拉美西斯2世，统治埃及2世。对，67年有200多老婆，100多小孩，200多个老婆，100多个小孩。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所有的这些法老都是同一个人，拉美西斯2世。那这块石头我们叫它方尖碑，用1块花岗岩石做的。花岗岩来自哪里？埃及的阿斯旺，离这里300多公里。要把这块石头切好，送到这里，然后要竖起来。3200多年，连动都没有动。天哪！有没有去过法国协和广场？有一个高高的方尖碑。对。那个方尖碑原来在哪里？猜在哪里？在这儿。1833年，花了3年的时间运过去，差一点点会掉在地中海里。埃及送给法国。送的。再往前走，拉美西斯2世，他是埃及最出名的法老。我们现在要认一下他的名字，好不好？好。我插一句话，能给我们就是用你们埃及人的理解给我们讲一下法老到底怎么定义？法老他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神，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对，所以他的权力是来自神，法老说什么就是什么。中国有皇帝，埃及有法老。而且这个法老不能死，不能消失。所以他离开了以后会把它做成木乃伊。那谁来指定的呢？谁来指定的？有没有看过《权力游戏》？看过。一样的道理，都是一个家。这些血统很重要，世袭制，而且母亲决定一切。母亲决定。比如说拉美西斯2世有200多老婆，有看哪个老婆跟他有血统关系，他的孩子可以当法老。如果没有血统关系，那对不起。是的。他们可以近亲结婚。我为什么要叫你们那个法老的名字？因为很重要，拉美西斯到处都会，等一下会叫到他的名字。这个是在中文怎么说？圆圈圆。像太阳一样，日。在埃及叫做拉，有没有看拉在哪里？有一只鹰坐着。在。对，这个叫做拉。下面有什么？有点像一个英文的 M Ra M。那旁边有2个钩子一样。钩子。对，这个钩子是 S Ramesses。那旁边有另外一个神坐着，这个叫做阿门。阿门下面的这个象形文叫做喜欢，阿门神喜欢拉美西斯。那这里有一朵花，我的花是什么呢？莎草。这就是古埃及的莎草花。这里是埃及的莲花连在一起，代表上下埃及在这位法老的统治时代是同一个国家。太有智慧了。为什么我们能看到雕像在神庙里？人最怕的是什么？死亡。那是什么？谁怕死？我们早晚会死。我为什么要怕？
我知道的东西，这件事情我很清楚。古埃及人最怕的是离开，离开你爱的人，离开喜欢你的人，你喜欢的车呀，喜欢的房，喜欢这，你最怕是离开。到现在我们最怕的是离开，我们怕丢东西。所以古埃及人最怕是丢东西，怎么在揪我？我最怕丢东西，最怕丢，我也最怕丢东西。所以古埃及人最怕是离开这个世界，再也回不来，所以他们要保证回来。所以古埃及人为了回来，他们做了什么？木乃伊，木乃伊，没错，木乃伊是要保证怎样？他的灵魂等一下要回来，神也想要他再回来，所以专门给他一个家，相信他等一下有一天要回来。那那些雕像是想说，我们还活着，我们之间有永远的爱，爱就在这里。阿门神喜欢拉美斯Let's go， 再往前走一走，好棒，挺神奇的啊，不一样的文化。3000多年前，有人要进来这个神庙，我要带吃的喝的啊，神啊，我来了，要把吃的喝的放在这里，这是神的客厅。哇！这座神庙是法老时代3000多年，但上面这个建筑是什么呢？请过来，请过来，请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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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清真寺。对啊，怎么会有一个清真寺在神庙上面？本来卢克索不叫做卢克索，叫做底比斯，意思是肥沃的土地。肥沃的土地。有一天，阿拉伯人来了，这些建筑看起来很漂亮，有点点像宫殿。宫殿在阿拉伯文怎么说 ？Luxor。所以 Luxor 是宫殿之城的意思。阿拉伯人来了，这个神庙有一半都在地下面埋起来，所以他们把自己的清真寺修在这里，而且它的入口在这儿。OK。公元639年，阿拉伯人入侵埃及，阿拉伯语逐渐成为官方行政语言。至此，绵延数千年的埃及文明灭亡。当时的卢克索神庙被风沙和尼罗河的淤泥掩盖，所以清真寺建在了神庙上面，直到考古队将神庙重新挖出。随着这座神庙的重见天日，古埃及文明从强盛到衰落的浩瀚历史也终于得以重现在世人面前。刚刚我们讲的故事是不是有点难？很好，很好。来，考试，请过来。考试，这么快就考试了？听到考试有点头大。对。请问，这位法老是哪位？最伟大的，最伟大的。对，这个雕像的一半都掉在地上。对。阿门神喜欢拉美神。雕像被毁坏的原因有可能是地震、风化、入侵者砸毁，要毁掉神力。那第二个考试，来，这里 ，Oh my god， 这里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那个法老的皇冠。对，那这个王冠是上埃及还是下埃及？上埃及。说上埃及，请举个手。这是上下吗？对上下，厉害呀！你从这边看，那边还有是结合的是吗？哎呀，太棒了，答对了。再往前走，哇，真复杂，慢慢来。我们刚开始，很有意思。我跟你讲，很有意思。埃及很简单，但是需要慢慢学习，好不好？好，我会保证最后一天你们会懂得比我多。OK， 我们刚开始。这个地方是神的花园，14根21米高的柱子。因为古埃及人的想象能力很棒，他想象这个地方像尼罗河。如果我们把这朵花要种在神庙里，是什么样子呢？好，看到了没有？沙草花。哪儿啊？顶部柱子的上面很像一朵花。这个神庙90%都是用砂石修的，砂石比较软，对，所以砂石切割就很方便，很简单。那他们怎么把石头拼在一起？古埃及的产品，但没有找到过任何工厂。那你不像长城是有记录哈，有人方法，这个都知道。埃及没有，所以到现在，
我们所有对怎么修都是看法和说法。就像金字塔怎么修，没有答案，没有任何人在地球上能告诉我们金字塔怎么修的。再往前走，那我们再看更大的花园在前面。哇，这个更大了，大花园。这个花园是跟刚刚这个花园不一样，在尼罗河两岸的花高高的开的，离尼罗河远一点点的花还没开。一沓沙草花绑起来了，看到了没有？哦，原来都是花的寓意。这个地方在古埃及的时候是祭祀院，只有祭司和贵族能进入。今天我们在卢克索博物馆，是不是看了很多的雕像？是的。你知道在哪里找到的吗？来，我告诉你们在哪里找到的。来，再往前走。博物馆的雕像都是在这里找到的。就在这边。80年代初，这边的柱子歪了一点点。后来说我们要救一下这些柱子，怕倒了。所以把这些柱子拆开，挖一下地下，找到了什么呢？一大堆雕像。哇哦！全部送到博物馆。哇哦！那我要问一下，为什么法老把自己的雕像埋在地下？是因为为了保存？为了保存可以，这个答案 OK。还有被偷。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偷。那个时候那么重要。这个地方我再说一遍，谁的家？神的家。谁住在里面？神。那如果我今年当了法老，然后到了这个神庙，没地方放东西怎么办？放地下。那我把以前法老的雕像埋在地下，把新的放在上面。说是。传说还是真的搬下去了？真的。你现在感觉像在听神话故事？对，我感觉像在听神话故事。这真的。来，再往前走。哎呦我的天哪！突然想学历史了，挺有意思，是不是？想研究历史，真的很神秘啊，真的。刚刚我们看了埃及跟阿拉伯，那请问这边的柱子像哪里？罗马。对，这里是有点像罗马的胜利柱。但是这个地方在古埃及的时候是神像院，用来存放祭品，非祭司是不能进入到这里的。公元前30年，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元首屋大维率军进攻埃及，埃及法老克里奥帕特拉七世未能挽回托勒密王朝的败局而自杀。从此，埃及被并入罗马版图，在60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罗马帝国的重要粮仓和财源。罗马人一统治埃及，就开始说：“哎呀，埃及人他这些神话，我不信。我要做自己的。对，不要让埃及人再信他们自己的宗教。那怎么办？把所有的书给烧了。你看看这个角，这块石头是放在这里是不对的。看一下，这是正常，但是这里不正常，这是翻过来，是代表这个墙壁是原来是不存在的。”然后，这里，请看看，这是原来的古埃及的象形文和图案。那罗马人加了什么呢？一层水泥，然后开始画自己的图案。对，后来罗马的水泥掉下来了，埃及的图案又复活了，还在。我们看了罗马的建筑。阿拉伯的清真寺，埃及的建筑，还有一个是希腊时代。希腊，哇哦！公元前332，希腊人入侵埃及。第一位希腊人统治埃及叫做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2年入侵了埃及。亚历山大大帝为什么入侵了埃及？为了打波斯人，有波斯人想入侵埃及。亚历山大大帝害怕，如果打败了埃及人，等一下他们要跑到我那边，所以亚历山大大帝就开始统治埃及，修了一个新首都，叫做亚历山大。埃及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等通过亚历山大港远销海外，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重要港口和文化中心。这就是一个图腾，里面写的名字是 Alexander's， 亚历山大大帝。它的开口为什么是朝右的？然后今天我们上午学那个文字的时候说，所有开口要朝左。你们从这个方向写，这个所有的动物啊，人的嘴都是从这个方向。都从左边。往左边。如果我要读一下象形文，我要从哪里开始？要不从上往下，要不从
左往右，要不从右往左。要看什么呢？如果我要对你说话，我会站在你对面说话，代表我很尊重你。那如果我是这样的话，代表我不尊重你，是不是？所以有看象写文，你要对方对着他。对方。所以这句话是这个人说的，人的头是看这个地方。像微信气泡。对，对，要对着人。OK， 就这么简单。明白了。请过来看看里面。离我们要看上面，上面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最上面。对，这个顶我们会看到什么东西？看星星。对，很多星星在上面，看到没有？那儿看到了吗？看到了。哦。这个房间是神自己的家。这是他的寝宫。对。那原来这里空的吗 ？No。那原来这里空的吗 ？No。有一个机台或者机桌。阿门圣以前的雕像住在这个房间，这里只有法老和大祭司可以进入。他们害怕神，感觉这个地方很陌生，感觉这个地方不舒服，所以他如果要睡，上面都可以看星星。哦，星星陪他作伴。天哪！埃及人对天文学了解多少？不知道。不知道。以前我们找到金字塔的时候，有天文学，但是没有卫星。没有卫星。有了卫星以后，我们开始定金字塔的位置，然后我们突然发现什么呢？金字塔和天空的星星是有一种关系，一样的位置。哇哦！至于古埃及人是如何做到的，目前还是无解之谜。天哪，太牛了吧！太厉害了！所以这个古埃及人太伟大了。好啊，太伟大了。好啊。手电筒带了吗？手电筒带了吗？是到点了吗？啊，应该是9点钟准时关灯吧。哦，几千年前他怎么知道？这个很简单，他怎么知道星座的位置？说实话，以前的人一点不笨。我们能做到，能知道，代表他们也能知道。哇！我们为什么说4大文明古国？你觉得我们自豪，因为我们长得很帅吗？文化，没有文化，文化你是花钱是买不到的。我很自豪，因为我是埃及人；你很自豪，因为你是中国人。对，我们很自豪，因为我们背后有几千年的历史。对，希望这一次来到埃及以后，对每一个朋友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什么新的开始？就是对我们真正的故事。你要是教我历史，我就他肯定满分。无敌了，太棒了，太棒了。或许这些遗迹就像是和时间正面硬刚的老人，历经1000年等着你。当你身处其中，走过古人走过的路，想过古人想过的问题，你跟他就像现代与远古，隔着1000年的时光，完成了一次超越现实的对话。哎，所以我那个名称到底是叫什么？生命钥匙，我跟你讲一下。对，这个有点像太阳、尼罗河大地，还最像的是什么呢？这个太棒了。女人的子宫。对。哦。为什么我们叫它 The Key of Life？ 带来生命。对。那我好奇，我这个是什么？这就是埃及的莲花和沙草花。哇哦。对，这里是3只鸟，代表一个家。我这个是什么呀？这是拉美西斯2世。哦，这就是那个法老。法老对，法老的力量的故事。哦。这只眼睛我们叫它智慧之眼。哦。智慧之眼。圣甲壳虫，明天我们也要讲那个甲壳虫。那我这个对啊，你是生命之树。我是生命之树。生命之树是代表长寿，这个是你会活得很久。真的，所以每一个人，我觉得他选的这张绝对是代表他。对。不好意思，我们给你留的时间太少了。No， 你们的晚餐时间，埃及这边节奏很慢。对，没有任何着急的事情，所以你们要理解一下，这2天你要点一样东西，我要一杯水。对。不像国内，你还没点，水都是已经上了，放好了。明天早上去。好，我们走吧。走吧，那我们走了，明天见，木木。明天见，谢谢。怎么样？大家是不是
顶了哈，一下子吸收了太多知识了，就好想知道更多，就那种求知欲就来了，求知欲就来了，猛猛的来了。我感觉我们插不上话呀。深深的被震撼了。我们不是学历史，真的，我们不是哲学家，但是听他今天讲完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知道的东西，他能够告诉这么多人，讲的又那么好。啊，今天就要为了吃那顿饭，然后我们要取消这儿，真的是一辈子的遗憾。是的，那真是，还是值得来看一下的。平时我们几个在一起会叽叽喳喳，但是当到神庙的那一刻，我觉得所有人都安静了，就一下就是被这种古老文明深深的震撼了。今天在神庙听的，完全没有办法去做那个功课。对，已经投入了，忘了这一 part 了。我觉得小考这只是一个考试的一个过程。它只是一个拿钱的途径，但是还是要享受这份旅程。不能。哎呦，这时候终于把钱滞后了，是吗？对啊。我也是，刚才妹妹问我说小考的时候，我说我那会儿真的就是，我觉得就听进去了，就不想不到这事儿了。不重要，但是绝对没有这份旅程那么重要。就是某一瞬间，你觉得自己这趟旅游到底在干嘛？上午的时候，大家在卢克索博物馆，这个说明得拍照，大家全都在拍照。现在人散了一散，摄像。我前面2句没有录到录音。我希望享受每一段旅程，我不想通过一个只是为了最后一天的小考去应试，而荒废了这趟旅程。我觉得我们要珍惜当下。我觉得小考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别本末倒置。我们可能有一点本末倒置，就忘记了旅行当中还有很多这样的美好，对吧？我们不能为了小考而展开旅程。没错。我觉得这昨天到今天，我们确实为小考付出太多了，这个好像确实有点遗憾。我们那么紧张了，我们就不生动了。今天上午这个博物馆啊，我们就一直在想小考啊，这是的，一些啊，对，各种啊，就为了这个东西，有点遗憾。那我们不应该这样。去找超哥了，确实有点本末倒置。因为我觉得旅程是一个过程，我们要有新的认知嘛。你们先去吃饭去，我找超哥聊聊天。超哥，友好的交谈。跟我交谈，我觉得我们现在有点把这个记录，有点成为我们的负担了。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枷锁，你先消化，先吸收。了解，对不对？上一站真诚感受过程。上一站不是，但是比如说刚才我说实话，我们所有人都迷在里面，真的想不到去说要拍一些素材这件事情。所以可以，逛完了之后再来想这个事儿。那我们又不会再回去了呀。你看看小考这个形式，就是咱们这团队设计一下小考这个形式，就是咱们还是要改变一下，让它变成一种游玩的过程里面在学习分享。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说一定再要回到那个地方，我要把它拍成一个什么东西。因为你看我们那个短片，我们那个杂交水稻，那也是我们就在民宿拍的呀。我只是说这就是一道视频题。但是怎么拍随便，怎么玩都可以。那我们就放松一点吧，我们不用说到哪个地方都要拍素材这件事情了。对，这样一下就是放松了就放松了。对，因为我们今天见到木木之后，真的觉得就是很享受听他说故事这件事情。我们不想，所以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OK， 就是大家先那先我们先沉浸吧，我们不想好不好？啊，对，先沉浸。好，下去走。出门旅行可真累，还好我带了桃花姬阿胶糕，甄选东阿阿胶，内养好气色，赶行程也不怕。打开京东 APP 搜花少好营养，买滋补营养品，能享受花少专属福利，还有机会1元抢花样小美盒和营养好物试用哦。京东健康花语少年同心记下节更精彩。京东健康花语少年同心记，现在继续。咱们大概算个预算。
我们总预算是6万3，到现在就超了。都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350 350 do cancel 150。走，姐走，真的好看。没有钱。100 100 一模一样，你这个。 50哦。但旅行的收获足以化解所有窘态。古埃及人从太阳每天东升西落的循环中，相信人可以像太阳一样复活。太奇妙了，几千年前的色彩依然保存了下来，呈现在你的眼前。哇 ，amazing！ 非常震撼。古埃及人就对死亡并不恐惧。我们是花儿与少年。这体验太好了，那真的是非常难忘、一生难忘的体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马夫和他家的小姐。那尊贵的小姐可是要演起来了。这是我们在卢克索的最后一个夜晚。精彩旅行，下周继续。加入芒果 TV 超品俱乐部，看《花儿与少年同心记》，将你的脑洞创意一键直通制片人，共创节目内容高光。更多专属权益上芒果 TV 搜超品俱乐部。芒果 TV 勋章馆已经上线，前往个人中心勋章馆参与节目观看任务即可领取花少勋章。V9更有专属权益，升级会员解锁更多专属活动与福利。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花儿与少年》官微和《花儿与少年》节目主话题，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嘉宾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花儿与少年同心记》，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和嘉宾旅行日记。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花儿与少年》第7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美颜相机、百度地图、同程旅行。